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晋江道频道。那在上一期呢，我介绍了如果你想在加拿大创业，那么就要了解加拿大的各类型企业的区别和优劣势。在视频前的你呢，如果你正好想创业或者有这个创业的想法，就一定不要错过我以下的内容。这期视频呢，就给大家讲一下，在你确定创立企业之后呢，那就要跟银行打交道了，所以你需要了解加拿大的商业银行提供哪些服务，有哪些贷款种类，以及如何获得商业贷款资源。本期我也会详细的讲一个政府加持的初创小企业的贷款项目。那在国内呢，银行业务分对个人和对公业务。那在加拿大呢也类似，根据公司的需要和规模，它分两类，一类是中小企业部门，一类是商业部门。如果年销售额呢是300万加币以下，就是中小企业范畴；在300万加币以上呢，就属于商业范畴了。如果你的借贷需求呢在125万加币以下，就是中小型企业；如果是125万加币以上呢，就属于商业了。你有比较大的资金需求呢，那经营可能也会相对复杂一些。那商业银行呢，就有更多的这个特殊项目可以帮到你。那个人贷款跟商业贷款有什么区别呢？那在加拿大，无论是个人贷款还是商业贷款，都是基于现金流的。就是如果你进行个人贷款的时候呢，你的客户经理问你的第一个问题就会是你的收入是怎样的，还会问你的债务，比如你有没有其他贷款、车贷、房贷、学贷。个人信用报告呢很重要，不良记录呢会影响你的借款额度。个人贷款呢就是需要个人负全责的，属于个人担保的形式。那如果进行住宅贷款呢，那住宅就会成为一个抵押的物业，在你买房或者找律师签署文件的时候呢，会有一份 land title 的需要你签署，就是当你这个房子抵押给银行的时候，银行就会出现在这个房子的 land title 上，作为第一位借款人。万一哪一天你无法支付贷款了，银行有权利将这个房子拍卖，用拍卖的钱呢偿还贷款。那根据个人贷款的用途呢，贷款的利息呢是可以抵税的。比如你有一个房间出租了，贷款的利息呢是可以抵这个房租收入的，可以少交一些税。如果你有多套房产，可以在不同的银行贷款。那商业贷款呢是根据公司的盈利、支出、负债的相关比例进行计算的。商业用途的贷款呢，基本是不会影响你的个人收入和其他贷款额度的。但是自雇独资的商业贷款呢，是会影响你的个人贷款的，因为独资经营呢是用个人的收入涵盖所有的贷款的。公司也会有信用报告，比如你的供应商给你提供货物，你需要在一定时间内付款，你可以抵押公司的资产进行贷款，比如公司的物业和设备。商业贷款的利息呢，是可以作为运营成本从收入中扣除。商业银行是不支持多家银行贷款的。那么小型商业银行贷款类型都有什么呢？第一个呢就是现金流贷款 Operating Line of Credit， 这是一种最普遍的短期贷款，用于辅助您公司的运营的现金流，弥补应付款已经到期，但是应收款还没到账的时间差。就是你需要给你的供应商付款了，但是还没有收到客户给你的付款，这个时候呢，你可以用到这个现金流贷款。当你收到客户的这个汇款了，就可以把现金流贷款弥补上了。第二个是 Term Loan， 属于长期贷款，用户购买设备、机器或者是商用物业，一次性还款，类似于个人贷款，有还款期限制，还款期是取决于你的购买什么样的固定资产。如果是设备和机器，一般寿命是5到7年，那这种 term loan 的还款期呢，也在5到7年。如果是购买商用物业，那还款期呢可能是25年。还有一种呢是比较常见的，对初创企业很友好的这个 Canada Small Business Financing Loan， 这个是由银行和联邦政府合作的，联邦政府担保85%的小企业贷款。由于初创企业呢没有过去的运营记录，银行一般是不会借款给这种刚创立的小型商业的，要么让你自己掏腰包，要么让你用个人资产抵押。那联邦政府就提供了一个可以让初创企业贷款的机会，可以用于购买设备、家具、商业房产、租赁门面的装修，甚至购买一个现有的生意。下面我介绍一下加拿大小商业贷款的项目。这个小商业贷款呢，贷款总额上限是100万加币，其中最多35万呢可以用于购置设备、店内家具、所租赁店面装修。购置设备家具呢，可以最多用到35万的90%，装修呢最多用到35万的100%。如果同时需要用到购置设备和装修，两项加起来呢是按最多35万来计算的。
那如果是购置商业房产部分呢，上限是100万加币。刚才提到的2022年7月新增的这个15万，指的是无形资产和运营成本。无形资产呢，就是比如你购买了一个现成的生意，你见老板说，我这个店已经经营了很多年了，积累了一定的客户了，有一定的知名度了，然后把这个店卖给你，我这个知名度呢也是值一笔钱的，比如这个5万就是无形资产的一种。运营资本呢，就是指把这个生意开起来，需要请人培训，做一些宣传，购买一定的存货，这两个加起来呢，可以最多贷15万。可营运贷款的花费周期是什么呢？贷款批复前后365日，比如你贷款1年前就开始装修了，也是可以申请贷款的。你的投入呢，需要大于贷款额的1/3，还款期呢，取决于店面租赁到期的时间或设备寿命，通常是5到15年。比如租约呢只有6年，那贷款呢就只能借6年。店面租约中呢，你要注意到这个 demolish clause 可能影响你还款期。可能一个比较理想的店面呢，有一个比较旧的广场，有可能被推倒 rezone 的情况，商户呢被赶走，这会影响你的贷款期。贷款风险评估呢，是基于预期财报和公司所属行业的收益平均值。申请费用呢，这个贷款呢是政府和银行合作的，所以会有申请费用。申请费用是贷款额的2%，政府材料费175加币，注册费160加币，因为注册普遍抵押。这个贷款利率呢是基准利率加3%，只要你申请这个 CSBFL 这个项目呢，所有人都是这个统一利率，属于浮动利率。那这个小商业贷款的申请所需资料都有什么呢？一个是商业计划书、项目预算、未来2到3年的收入预期、开业时资产负债表、个人报税信息、个人资产和负债信息、租赁合同，可能需要申请转让合同。那加拿大小商业贷款项目呢，不适用于哪些企业呢？不适用于这个控股公司、非营利机构、年销售额1000万加币以上的企业、农业类公司。但是每个银行呢，也有其他的这个农业类特殊的贷款渠道。如果信托不属于法人实体呢，也不适用这个项目。任何一个事物呢，都有其两面性。下面我们说一下这个加拿大小商业贷款的项目的利弊。先说一下优点吧。这个优点呢，就是对创业公司友好。一般银行呢，不愿意对这个初创企业贷款的。有了这个政府项目的支持呢，会有更多机会贷到款。还有一点呢，就是个人担保金额低，可随时还清贷款。比如不想干了，或者是想改别的生意了，随时还清是没有罚款的。这个贷款呢，是基于预计收益贷款的，因为不需要提供经营历史，文件准备充分，批复率高。那么缺点有什么呢？缺点就是利率高，申请费用高，文件准备多，阶段性放款。下面我再讲一下这个在加拿大加盟与自创品牌的利弊分析。那如果你有意向加盟一个品牌呢，但又在犹豫自己是不是创立一个品牌会更有利于这个长期经营，希望以下呢观点可以帮到你。那么加盟的优点都有什么呢？就是加盟比较省心，无需经验，提供培训。加盟因为在市场存在比较久，有品牌效应，有现有客户群。加盟有现有经营模式，失误率低。加盟的缺点是什么呢？就是创新自由度小，财务被总部监管，总部支持程度呢取决于品牌。有的品牌呢收取了加盟费之后呢，什么都不管了；有的呢会进行比较多的培训跟监管。加盟初期投入大，加盟费呢几万到几十万是不等的，不是说一次加盟之后呢就永久有代理权的，有可能只签10年、20年。那如果你想做这个自创品牌，有什么优点呢？就是你的经营理念呢和策略由你自己决定，前期成本小，灵活度高，随时调整这个经营模式和策略。那自创品牌的缺点有什么呢？做自创品牌呢，个人行业经验呢非常重要。对于本地客户群呢，你有多少了解呢？从无到有，你需要全程参与，需要创立品牌的独特性，需要创立新客户群，有清晰的定位。那未来的企业主们，如果你觉得以上信息对你有帮助呢，就别忘了帮我点赞、订阅并打开通知小铃铛吧。我在这里呢，也给我未来的频道主题的内容呢做一个广告。如果你住在温哥华，是加拿大移民，有自己的故事呢，想和新老移民分享，或者有自己的生意呢，请在我的频道中推广，并且可以接受我的采访，就扫我这个订阅号或者小红书加我微信吧。我会继续跟你分享北美移民生活心得和职业发展讯息。让我们相聚于北美大陆，我们下期见啦！